假设你此刻正生活在这颗星球上，那你这辈子可能连一次真正的生日都庆祝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绕太阳转一圈，足足要花整整554个地球年。如果你在这颗星球上出生，你的一个生日需要等待554年。想象一下，你从出生到死亡，可能都看不到自己度过一个完整的公转周期。而且这颗小家伙比我们的月球还要小得多，可偏偏脾气挺大，他硬是拽着一颗自己的卫星在太空里转圈。试试看，这样的组合有多罕见。更绝的是，这个世界冷得彻骨铭心，就像一块冻了数十亿年的冰坨子，温度低到了人类的想象极限。但这还不是最离奇的地方，它的表面看起来应该是白茫茫的一片吧？错了，它居然是诡异的暗红色，整颗星球被血一样的红晕所笼罩。那不是冰的颜色，更不是寒冷的颜色，那是一种神秘的、陌生的色彩。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神秘的小家伙就隐藏在海王星之外那片荒凉的太空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它的名字。但今天我们就要去看看这颗被太阳系遗忘的红色矮行星到底有多不按常理出牌。可以这么说，矮行星这类天体呢，是整个太阳系里最耐人寻味、最引人入胜的一类。它们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强行让我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到底什么才能算得上行星？是大小吗？是轨道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和地球、火星这些我们每天都耳濡目染的行星不同，矮行星它们躲在太阳系最外围的偏僻地带，那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太阳系内侧区域，充满了秩序和规律。外侧到处都是冰封的天体碎片，漂浮着无数太空垃圾。每一颗小行星都独立地绕着太阳转圈，互相之间相隔极远。这片区域冷、荒凉、黑暗，充满了危险。冥王星，我们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2006年那年，它被国际天文联合会无情地降级了，从行星变成了矮行星，这就像被踢出了俱乐部。那会儿可是激起千层浪，不少人当时还挺生气的，甚至还有人专门为冥王星打抱不平。但你知道吗？太阳系里还住着好几颗非常迷人的矮行星呢，只不过它们没那么出名罢了，有些甚至比冥王星还要有趣呢。这样来比喻可能更清楚。如果冥王星是那个粉丝100万的大网红、明星表哥，天天登上各大新闻头条，登上科学杂志的封面，被学校教科书详细介绍，那么共工星就像是隐居在乡下的神秘大叔。他低调的不行，性格内敛的很，可一开口就满肚子都是故事。他不需要名气，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谜团。关于这颗小世界呢，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实摆在眼前，它的公转周期长达554个地球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还不到500年呢。作为对比，冥王星绕太阳一圈只需要248年，共工星的公转周期比冥王星长2倍多。这也是为什么它那么遥远。虽然共工星的体型比月球小得多，但它却拥有自己的天然卫星，名字叫相柳。对了，这个卫星的名字也挺逗趣的，也是中文命名。这说明当科学家们给这对天体取名时，他们想到的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神话体系。除了这些之外，共工星的表面被一层厚厚的冰层所覆盖，冷的简直是太阳系最寒冷的区域之一。可当我们深入到这颗星球的成分，它独特的外观，以及它在柯伊伯带那片神秘地带的特殊位置时，这个小世界的故事就变得愈加离奇，愈加扑朔迷离起来。说了这么多我敢打赌你之前从未听说过这颗矮行星。此刻你心里头大概在犯嘀咕，为什么共工星不像其他主要矮行星那样出名呢？为什么我们听说过谷神星、冥王星、壬神星、鸟神星和细神星，就是很少听到共工星的大名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去看看这颗星球是怎么被发现的。除非你这会儿正在外太空看这个视频，否则你脚下踩着的就是一颗标准的行星。这是个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的巨大球体。太阳系里有地球，还有另外3颗离太阳比较近的研制行星，往外头呢是4颗庞大的气态巨行星。这8颗行星组成了太阳系的主力阵容。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在这些行星的轨道之外，在那片遥远的宇宙区域里，散布着数不清的冰封小世界。共工星就藏在其中某个角落里。它的正式编号是2007年的 O20 号，于2007年7月17日由3位美国天文学家梅根·施瓦布、迈克尔·布朗和大卫·拉比诺维茨在帕洛马天文台的一次巡天观测中发现。当时他们的目标是在塞德纳区域里寻找遥远天体，那是离太阳50个天文单位以外的地方。共工星就栖息在一个叫离散盘的区域，远远地躲在海王星之外，是一支最遥远的天体之列。打个比方共工星绕太阳公转的平均距离是日地距离的67倍。想象一下吧，住在离太阳那么远的地方是什么感受？接收到的阳光只有地球上光照的零头。
这种极端的距离不仅造就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低温，也让它的公转变得慢得出奇，形成了漫长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年份，还有把万物冻结的恐怖温度。这一切啊，和我们熟悉的世界天差地别。至于这颗星球的个头呢，共工星直径约1230公里，它在已发现的外海王星天体中属于体型比较大的那一类。作为对比呢，我们的月球直径是3474公里，也就是说，这颗矮行星差不多比月球小2倍还多。从数字上看，1230对3474，这不仅仅是个物理参数，这代表着它的孤独。但即便如此啊，共工星也毫不逊色，它足够大，足以在太阳系最外围的边陲地带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对比更小的小行星来说，它已经是相当庞大的存在了。它的表面主要由冰层构成，考虑到它住在那么极端寒冷的环境里，这完全说得过去。本来呢，冰层应该让共工星看起来苍白无比，光线暗淡得很。想象一下，在距离太阳这么遥远的地方，阳光微弱的几乎看不见，那片冰层应该闪烁着白色的光芒，就像地球的冰川和北极一样。但真正让这颗星球脱颖而出的是那一身诡异的红色，这是一种叫托林的有机化合物造成的。这些物质啊，是阳光照射到冰层时发生化学反应的产物。小小的紫外线和宇宙射线，在漫长的岁月里，把冰层改造成了这种奇异的颜色，就像一种宇宙颜料，赋予了共工星独一无二的外观。有意思的是，托林这种物质也是冥王星和鸟神星等其他矮行星呈现红色的原因。所以呢，这种红色啊，不是偶然，而是太阳系外围天体的某种共性。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呢，是它缓慢的出奇的自转。共工星上的一天大约有22小时。我知道啊，对我们地球人来说，这个自转速度似乎也不算太慢，毕竟地球一天是24小时，这么一算，地球转的反而比共工星还慢一点。但这里面啊，有个关键问题，虽然对我们来说不算太慢，可跟其他外海王星天体比起来就太慢了。那些家伙的自转周期通常都不到12小时。这一切都让这颗名字逗趣的星球的成因和演化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引人入胜。说到这个有趣的名字啊，这名字背后的故事和名字本身一样有意思。2019年，发现共工星的研究团队发起了一次线上投票来给这颗天体取名，最终的候选名字包括共工、中国神话里的水神、霍勒、日耳曼神话中的冬季女神，还有维利，北欧神话中的神祇。每个名字都和水、冰、雪的主题息息相关。共工在公众投票中最终胜出。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了这个名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中国古代神话命名的行星级天体。这个文化意义呢，可就不同凡响了。共工星和地球在各个方面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星球生机勃勃，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生命色彩，森林是绿的，海洋是蓝的，天空是蔚蓝的，生命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欢歌笑语。而共工星呢，是个绝对的死寂之地，没有水的流动，没有空气的吹拂，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呼吸声，温度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科学家们估算啊，共工星的表面温度在零下230度左右。在这样的温度下，连二氧化碳都会冻成固体。即使是人类在太阳系中能想到的最冷的地方，共工星依然更冷。它离太阳极其遥远，这意味着啊，接收到的阳光微乎其微到几乎察觉不到。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量是每平方米1360瓦，而共工星啊，只有每平方米0.4瓦不到。这进一步加剧了这颗星球的严寒。这种极端的寒冷加上诡异的暗红色外观，让它和我们蓝色的地球形成了一种迷人而诡异的对立。蓝色代表生命，红色代表死亡，这是一种视觉的悖论。但共工星的轨道本身呢，就是一场好戏。和它的姐妹赛德纳一样，它沿着一条高度椭圆的路径绕太阳运行。也就是说啊，在漫长的旅途中，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有时候近一些，有时候远一些。这种共同的轨道特征，让共工星的物理特性和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更加神秘莫测。它的轨道呢，是太阳系最后的秘密之一。好了，关于这颗矮行星本身，我们已经了解了不少。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它的天然卫星相柳。2016年3月的时候，科学家们注意到共工星的自转速度慢的反常，由此他们推测，可能有一颗卫星的引力在无形中拖慢它的自转。通过仔细检查哈勃望远镜在2010年9月18日拍摄的图像，他们发现了一颗卫星。这颗卫星位于距离共工星至少15000公里的地方，反射着微弱的光芒。这一发现于2016年10月17日正式向世人公布。当时这颗卫星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后来啊，人们在2009年的存档图像中也找到了它的踪迹。2017年的观测呢，则帮助科学家们估算了它的亮度和精确的轨道参数。相柳的亮度比共工星暗4.59倍。想象一下，这颗卫星有多么微弱啊！
连母星的1/1000的光都反射不出来。它绕共工星公转的周期在20到100天之间变动，这意味着观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反映了科学家们观测这么遥远天体的困难。更精确的数据显示，它的轨道周期约为25.2天，这就是说，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相柳就能绕共工星转一圈，距离共工星约24200公里。这样的距离在宇宙中算是相当近的。据信呢，相柳被共工星的潮汐力锁定了，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这颗矮行星，就像月球对地球那样的关系。月球也被地球潮汐锁定，只有一面朝向我们。同样的物理规律在宇宙中演绎着相同的故事。由于科学家只在共工星轨道的一小段上观测到相柳，所以目前还不确定它的轨道是顺行还是逆行。这种观测上的不确定，恰恰说明了这对天体有多么遥远，多么难以捉摸。如果是顺行的话，轨道相对于黄道面的倾角约为83度，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是从正面看着共工星呢，就像看一张有轨道的明信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相柳的轨道非常扁，呈现椭圆形，偏心率达到了0.29。这不是个小数字，这说明它的轨道相当拉长，有时候离共工星很近，有时候离得很远。这可能是共工星不规则的形状产生的潮汐力造成的。它的动力学特征和冥王星的卫星明威尔颇为相似，后者也拥有一个中等偏心率的轨道。看啊，太阳系各个角落里，相同的物理规律在运演着相似的故事。相柳这个名字啊，来自中国古代神话里的9头毒蛇，它是水神共工的属下和臣属。相柳在神话中以制造洪水和制造破坏而闻名。有意思的是，共工的卫星被命名为他的属下，形成了神话体系的完整对应。说到这颗矮行星的亮度啊，还有件趣事值得讲讲。迈克尔·布朗这位发现了多颗矮行星，也参与了共工星发现的天文学家，当初给这颗天体起了个临时昵称，叫白雪公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认为共工星的表面应该是白色的，毕竟啊，要被巡天探测到，一颗天体要么得特别大，要么得特别亮。但今天我们知道了，布朗这个昵称起的可不太走运，因为这颗矮行星的表面跟白色一点关系都没有。共工星的绝对星等为2.34，在外海王星天体亮度排行榜上排第7位，它位于王神星和灶神星之间。不过呢，小行星中心和 GPL 数据库的估算表明，它的绝对星等可能达到1.6甚至1.8，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提升到第5位。即便如此啊，在距离太阳88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它的视星等，也就是从地球上看到的亮度，只有21.5等，肉眼根本不可能看见。有意思的是，虽然共工星比系神星离太阳更近，但看起来却更暗。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反照率更低啊，而系神星的视星等高达18.8等，在这场宇宙亮度竞赛中抢走了所有风头。说到这儿，大家脑海里总会冒出一个问题：接下来啊，共工星和柯伊伯带其他天体的探索前景如何呢？这片区域简直是科学宝藏的百宝箱，发现和研究这些天体，也就是所谓的外海王星天体，彻底刷新了我们对太阳系历史的认知。尽管天文学和机器人任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对这片区域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啊，只有旅行者2号在1986年和1989年分别造访了天王星和海王星，而新视野号是唯一探索过冥王星及其卫星的探测器，那是2015年7月的事了。之后，他又在2019年1月飞越了柯伊伯带的另一个天体，名叫阿洛克斯。如今啊，借助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们正在密切关注共工星，还有赛德纳、夸欧尔等其他矮行星。由科学家阿曼达·桑加里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估算了什么呢？就是以现有火箭技术，就算利用木星引力弹弓进行一次飞掠，前往共工星的任务至少也需要20年的时间。这20年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可能在事业的巅峰期进行任务规划，但在退休时都看不到结果。如果在2030到2031年左右发射探测器，大约需要25年才能抵达共工星。25年啊，这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成人，足以让一个宏伟计划从梦想变成现实。届时啊，它将距离太阳95个天文单位。要知道啊，旅行者1号现在也才刚过200多个天文单位呢，可那已经是人类发射过最远的探针了。共工星的独特特征使其成为了未来太空任务中极具吸引力的目标。它那诡异的红色、极端的低温、古老的冰层，都蕴藏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秘密。进行近距离研究啊，可以为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无比宝贵的线索。如果有探测器能靠近它，能发回高清图像，那将改写我们对太阳系的理解。无论怎样，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期待更加精细的观测。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已经在发挥作用，它的观测能力超越了哈勃2个量级。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会有专门前往这颗神秘矮行星的任务呢。研究共工星这样的矮行星，对于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构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啊，
这些遥远的天体是真正的宇宙化石，它们揭示着太阳系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蛛丝马迹。这些化石般的星球记录了数十亿年前太阳系诞生的秘密。那些记录啊，被冰层保存得完好无损。它们见证了行星间的碰撞、吞噬，见证了万物的迁移变化。太阳系在早期是一片混乱的，小行星、彗星、圆形星盘里的物质四处碰撞，有些天体被打碎了，有些聚合到一起，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8颗行星。但在太阳系的边缘地带啊，那些距离太阳太远的小天体，它们保留下了最原始的状态。共工星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胶囊。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共工星就是在读太阳系的历史书。而且啊，这本书用的是宇宙最古老的语言，它不用文字，只用冰、石头和诡异的红色来诉说故事。每一颗陨石坑都是一页历史，每一道轨迹都是一行记录。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阅读。我是拆解天象密码，晚安，好梦。